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今天要讲的东西呢，有一点不一样了。各位也看到标题了，就是关于一位主播弃坑的事情。那其实这个主播已经玩万国觉醒将近至少5年左右了吧。因为我记得在去年年尾的时候，960跟1034 KVK 他就在里面。那时候其实他还有发影片做直播，后来他就完全不更新万国觉醒了。那我有去问过某一些人我不要跟你们讲是谁。万国觉醒官方为了减少开销，就把一些主播给炒掉了。就是说之前有签约合作的主播，大多数都是已经取消了合约，或者是没有再续约了。也相信各位应该有听说过，如果你成为一个主播，没有接业配，没有官方合作的话，其实是很难赚钱的。所以大多数的主播在没有合作之后，都是不会再继续播同一款游戏。只是光靠做影片做直播是很难赚到很多钱的，所以你们自己想一下，议员我没有跟官方合作，都坚持做影片快要差不多6年了，我是不是真的很厉害嘞？因为他自己也有说他已经不是官方的创作者了，所以我推测有这个可能性，所以他选择离开这个游戏不再更新了。接着后来的事情相信各位都应该知道了，长期没有登录游戏，击杀没有提升，但是战力还这么高的话，肯定是会被清零了。所以就变成你们今天所看到的画面那样，他的城市是已经被清零了。当他被清零之后，肯定会有一些玩家或者是观众跑去问他，你发生什么事情啊？你对于你的城市被清零有什么感想？那其实在他的频道那边有发布了一个影片，说为什么他的城市被清零，他的原因之类的。有兴趣的观众可以直接去他的频道那边看，我这里就简单带过了。一来就是这个游戏太花时间了，二来就是他已经跟别人交往了，没有这么多时间，三来他已经不是官方创作者了，第四就是想要把更多的时间花在生活上面。所以其实他的原因也很简单，我相信大多数弃坑的玩家跟他的原因是差不多的，但是因为他是主播而把这个问题给放大了。在他发布这个影片之前呢，其实他在 DC 那边有写了这个东西也因为他写这个东西而被其他的玩家嘲笑他。他说他还有30万的步兵在其他人的城市，还有说他已经不关心万国觉醒了，这样比较好。6年以来他从来没有被清零过，他现在已经不在乎这个游戏了，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他没有开游戏。那当他这个对话写出来之后，就很多人嘲笑他。那其实呢他说不在乎万国觉醒也没有关系啦，只是他的一些文法用的不是很好，会让人觉得说就是你被清零了你才会讲这一段话，但没有人真正的去了解他背后的原因，为什么他已经不在乎这个游戏了。还有人发投票问到谁是万国觉醒史上最大的 deadweight。所谓的 deadweight 你们可以理解为就是有很高战力，但是是完全没有用的，也算是高战农夫的一种啦。那各位可以看到这里有好几个选项都是勋气，大家都是拿它来开玩笑，其中还是有包括一些其他的主播或者是一些比较有名的玩家。那么说实话的，以他玩6年的时间来说，他这个击杀确实是不合格的但是每个人玩游戏都有自己的节奏，况且他本身也没有抱怨说为什么要清零我，他也很坦然的去接受自己被清零的事实。我个人觉得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并且他在影片中有说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个只是一个游戏而已，不要把你大量的时间全部都花在这个游戏上面。相信各位也知道这个游戏是真的很花时间的，所以不管是勋气弃坑也好，还是其他的玩家，我们都应该尊重别人的选择。还有就是这么刚好有一个观众在我的评论区写了这么一段话，这个留言我是已经屏蔽掉了，因为我担心有一些观众可能会去攻击他，我也是把名字给盖掉了。这个留言是前2天的事情那其实他里面所写的东西呢，有一点道德绑架啦那他就写到服了你们了，坑钱还要玩，钱多拿去做善事更好的回报，坑那么多钱到头来也得不到回报，还要继续玩，觉也不睡，天天爬起来得到什么回报？那个万龙也是。那我推测他应该也是花了不少钱在莉莉丝的游戏上面，所以他才写出这么一段话。那说实话，其实他讲的这一段话呢，也是没有什么错的，确实把钱花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面会更好。但是每一个人的角度不一样，每个人的原因也不同。像是我之前介绍过的那几位大佬，他花的钱可能是真的微不足道呢只是他的零用钱呢。还有相信大多数玩过游戏的玩家应该都知道，大多数的玩家其实不会花太多钱在游戏上面，官方的营收大多数都是靠一些大哥，真的大哥是投资很多钱下去的。那刚好在前不久我在 B 站还有 YouTube 都有放过投票了，如果给你们选择移民的话，你们会去到哪一些王国？大多数的玩家都选择西帝国了，为什么？就是不想要氪金，不想要花这么多的时间在这个游戏上面。这个是观点不一样的问题我相信大多数的观众看我影片都是看到一些什么大哥被集结大哥花了多少钱，
又有20-30亿战力之类的。或许是因为这样而产生一种错觉，是不是每个玩家都投资这么多钱在这个游戏上面？再加上我打 KVK 的时候直播时间确实有点恐怖啊我认真玩起来的话都是超过10个小时的。或许是因为这样子而觉得每个玩家玩这个游戏都是这样子。那坦白说，其实我自己本身账号在 CD 组玩过，我花的时间并没有这么夸张。真的是觉得累不想打不想氪金的时候是可以完全不做的。我就连水晶科技都不买，只是买宝石月卡还有水晶月卡而已，真的只是在享受游戏而已。你们会看到我的频道这么多夸张的内容呢，主要是因为我是创作者啊，我当然是要给你们看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啊。如果全部都是一样的东西，这样你还看我影片干嘛？所以我觉得写这个留言的观众呢，你其实不用太担心，我相信大多数的玩家呢都没有花钱了那持续还有在玩这个游戏的玩家，我相信大多数都是因为朋友已经玩了很久的朋友不想要抛弃他们，或者是账号已经培养起来了，又不想要浪费掉账号直接丢掉被清零，甚至是觉得没有其他好玩的游戏了，唯独只有这个游戏最好玩。而且除了这些还在玩的玩家之外，其实有一些弃坑的玩家就算是没有玩游戏了还是会看我的影片的，我也是非常感激这些观众。而且现在的主播越来越少了，尤其是华人主播好像剩下我跟 CV 而已啦。其实糖糖有在做他的 YouTube， 只是他的 YouTube 很少人去关注。然后其他的华人主播，比方说波波也是讲要弃坑了，阿奎拉也是要弃坑了，乐仔又没有更新万国觉醒了，甚至有可能直到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在更新万国觉醒也说不定。毕竟各位也听到了，只是光靠更新影片做直播是没有办法赚到太多的钱。玩那个游戏又要花时间，制作影片直播也是要花时间，与其花这些时间得不到回报，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弃坑，不更新影片不直播了。这个时候就会有观众问了，哎呀，议员你会不会有一天也是弃坑啊，也是不更新万国觉醒了？当然那一天也是会到来的，毕竟游戏总有一天也是会关服的嘛到时候你们可能就见不到我了。那我会坚持玩这个游戏，主要原因就是这个游戏算是我一个救赎吧。其实我在之前就已经有跟大家讲过，我是有一些心理问题的，所以就导致成我很难睡觉，所以在之前是很难熬的。也因为玩这个游戏有很多的玩家跟我一起聊天，再加上打仗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胡思乱想，就变成那一段时间其实我好了很多。尽管现在睡眠还是有问题啦我睡觉不能长时间睡觉，只能短时间可能睡2-3个小时就起床，没有办法正常的入睡。就算是我之前没有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问题存在了。那刚好玩这个游戏我做主播其实也是有收入的，就变成我辞掉我原本那份工作专心做主播。那虽然赚的钱并不是很多啦，不过生活还算是过得去，但至少现在睡眠方面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因为现在时间也比较随意了嘛。但也就是因为这个问题而变成我其实很容易不集中，这个也算是我的问题之一，会很容易时常出现错误之类的。不过我看到其实大家都还蛮包容的，所以对我而言这个游戏的意义可能跟其他的玩家不一样，它帮我带过了一段很难熬的日子，所以不管怎样我还是会持续玩这个游戏。但至于玩多久呢，这个我也不知道但其他的主播我就不知道，也有可能像新奇那样子总有一天会选择弃坑离开这个游戏。不过我的想法其实跟新奇差不多啦，这个终究只是一个游戏而已，你们也不要强迫自己花大量的时间或者是金钱在这个游戏上面。我们身为主播的肯定是会花更多的时间或者是金钱在这个游戏上面，这个是很正常的，但是不代表每一个玩家都应该要这样子。不管怎样，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啊！其实这个影片呢我已经重复录音好几遍了我一直不知道自己到底要讲什么东西，我脑袋里面其实有很多想要讲的东西，但是结合起来又好像有点混乱。不管怎样，我是已经把重点给说出来了，至于各位有什么想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一样的，我们下个影片再见。